眼前这辆300多万的法拉利488是出了一点小事故的事故车，虽然看着是一个很小的剐蹭，但这次事故产生的损失却造价不菲。这是因为另一个肇事车也是一个豪车，正是同样价值100万级的兰博基尼小牛。根据2辆车的损伤来估计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兰博基尼是全责。为了能省一部分马内，车主决定找康纳来修复这辆法拉利。康纳先把车子开到了拖车上，带上所有的配件回到了车场。这时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，车子受伤最严重的就是车子左侧尾部。整个1/4面板都已经凹陷了进去，车门也有不同程度的损伤，连轮毂也被撞得走了样子。而另一边的车身却完好无损，明显能看得出来是一辆没开多久的新车。而康纳这次维修的计划是这样的，他要将眼前凹陷的1/4面板切割下来，换上一个完好的2手板面。而在这之前，他要先将后面的保险杠和扰流板都拆下来，然后去掉内部完好的塑料内板。这些套件都是在修复中容易受损的部件，所以都要在维修前将其拆除，并且将它们分类保存好。等车内的部件被拆除后，这时就可以看到1/4面板的所有固定点。康纳用彩笔标记好每一处的锚点，看着很简单的一件事，但是就这些锚点就不下上百个，都需要康纳用工具一点点的打磨掉。这就是改装车和修复车的区别。修复不但要明确每一处固定点的位置，还要尽可能在不损坏部件的情况下将其拆解下来，是一份既需要耐心和专业的工作。等康纳将所有锚点都打磨好后，就用角磨机切割掉上方的表皮，并用铁铲一点一点的将其撬起。等康纳把车锁卸掉后，整个1/4板面就被掀了起来。可这时下面还有3个锚点，还需要康纳重复之前的操作。等这块板面被拆掉时，已经花费了康纳1上午的时间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状况，中冷器已经损坏，必须换一个新的，而前面的泵也不能用了。而当大家看到新的1/4板面时，就会有人说为什么不更换一个整体的，而是选择去切割一半呢？而你要知道，更换一个整体就必须将车顶拆除，还有前方的风挡玻璃，甚至前方的部件都要拆解下来，无形中给修复工作增加了负担，工期也会无限的加长，得不偿失。而康纳的这个方法只是去掉外边的包装，并没有将主体破坏，大大的减少了时间成本。而切割掉的部分，康纳也会好好保存，等以后再有前面 B 柱受伤的车辆，就派上了用场。而这时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，豪车的套件都相对比较简单，更换也相对的容易一些，不像之前视频中的保时捷一样里外都的分别处理。等康纳把内部碍事的套件处理掉后，就将它装配到车上，标记好要切割的部位。这样看是反复操作，有些多此一举，但这样的标记在切割后不会出现偏差。要知道这样一块板面的造价的有多昂贵，如果失误那就得不偿失了。这时购买的部件已将到货了，一共有3个，一个是新的水泵，2是管道支架，再就是中冷器。这是一套冷却系统的组合拳，水泵能使中冷器中的水流动并产生循环的动力，冷却水用来冷却发动机，而发动机冷却系统分为大循环和小循环。水箱和中冷器基本安装在车头的发动机前面，关键是降低发动机的进气温度，所以会增加发动机的输出功率。康纳将旧的中冷器上能用的部件都拆解下来，然后装到新的冷却器上。等这一切都安装完成后，康纳就将其组装到了车上，接着他就用底漆涂抹好之前打磨的地方，防止以后金属生锈。等这一切都完成后，康纳就将1/4板面安装了上去，并且还找来了自己的老爸来帮忙。康纳的技术都是跟老爸学的，属于一个几代人的修车世家。就看这焊缝就能看出，老人家有着多年的修车经验。等车子被焊接好后，康纳就对焊点进行打磨。这个打磨还是有一点小技巧的，中间部分要比两边略低一点，这样在打腻子时会更好打一些，补的平面也会更加的平整。在等待腻子风干的同时，康纳准备修复一下车门。这次他没有采用更换一个的想法，因为这次的车门损伤不是那么的严重，更是想给车主省一点马内。父子2人一边用火烤一边用锤子敲击，在经过了一番努力后，整个车门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。康纳拿着砂轮打磨掉车门上的车漆，并给它补上了一层腻子。这次康纳可下了功夫，前期就给上面打了2层腻子，在经过一番细心的打磨后，在上面喷了一层不知名的东西，说是在喷上这个的情况下能检查出漆面的好坏。不仅如此，在检查没毛病后，又给上面加了一层釉料。难道和腻子有啥区别吗？每一次看他补腻子的时候，最后一遍都会有一次釉。我的理解是，这个釉料比腻子坚固，就像一种底漆，在喷完漆后能使漆面更加的结实。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，有明白的人可以分享一下。等这一切都打磨平整后，就到了喷漆阶段。而这时康纳也调皮了一下，做了一个喷漆魔术，瞬间就喷好了车漆，看着还是很不错的，没有什么瑕疵的地方，修复的相当完美。等后保险杠也被喷完漆后，康纳就开始了收尾工作。他将所有的部件都安装上去，等保险杠被安装上的那一刻，这辆法拉利488就修复完成了。让我们一起看。这辆爱车